Hello，大家好啊！咁呢一條片咧，主要係想整合一個指引啦，就係俾翻一啲唔係因為有健康問題咧而有特別需要嘅人士咧，去做運動之前咧係需要留意嘅一啲注意事項嘅。咁以下會提到三類型嘅人啦。第一類就係長者啦，第二類就係肥胖嘅人士啦，第三類係孕婦嘅。咁如果你係以上提到嘅三類型有特別需要嘅人士咧，而你額外仲有一啲身體健康嘅問題咧，係 on top 嘅話，例如係高血壓啦、冠心病啦、哮喘啦、糖尿病啦，又或者係骨質疏鬆症啦，呢啲咁樣嘅問題嘅話咧，你喺開始一項運動訓練之前咧，其實係應該先揾醫生或者係相關嘅專業人士咧，係幫你做一個健康檢查先嘅。你要了解翻咧喺你個健康情況嘅容許之下咧，係有啲咩動作你唔可以做啦，或者有啲咩運動你唔可以做㗎。咁你亦都可以係參考翻我嘅另一條片啦，叫做特別需要人士的訓練事項，健康問題篇咁樣。咁嗰條片嘅 link 我有擺喺下邊個 description box 嗰度嘅。咁嗰條片裏邊咧，我都有提到一啲係以上講過嘅嗰啲慢性病啦。整體上嚟講，有啲咩做運動要注意嘅事項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即係知多少少嘅話，都可以去翻嗰條片嗰度睇咯。咁好啦，咁我哋翻去呢一條片嘅主題啦。咁首先我哋會講下啲長者啦，或者係高齡人士咧去做運動嘅時候需要注意嘅事項喎。而第一點咧就係關於我哋嘅一個最大心率嘅。咁長者啦、高齡人士啦，佢哋嘅心率咧，最大嘅心率啦係會相對係低一啲嘅。咁首先要了解最大心率係點樣計咧，就其實係有個 formula 嘅，就係我哋自己每一個人嘅最大心率咧係220減我哋嘅年齡。咁換言之啦，咁嗰個年齡咧即係被減多個數啦，係越大嘅話咧，咁我哋相對嗰個最大心率咧就會係越低啦。咁而長者咧，即係佢年紀會大啲啊嘛，咁所以咧就當然佢嘅最大心率就會係低啲啦。咁你要注意翻啦，即係我哋因為嗰個最大心率係低咗嘅時候咧，咁長者會比較適合係進行一啲低強度嘅運動啦。咁係例如係快步行啊，或者係啲社交舞啊嗰啲咁樣嘅低強度嘅運動啦。咁所以咧，佢哋嘅心跳咧先至唔會升得好高嘅。第二點咧就係講緊話長者們咧，其實嗰個血脂啦或者血壓啦，相對都會高少少啊。咁我哋一般嚟講會建議咧係做翻一啲帶氧運動啦，去到預防翻一啲心血管疾病嘅。至於第三點咧，我哋會係針對翻啦，隨住我哋嘅年紀增長啦，嗰啲肌肉嘅組織咧就會相對慢慢去流失啦。咁所以咧要係保持翻咧適當份量嘅一啲阻力訓練啦，先至可以咧去到留得翻我哋嘅肌肉組織啊。咁所以長者朋友咧都係要留意翻，要做翻一啲阻力嘅訓練啦。第四項咧，長者們要留意嘅一個注意事項就係講緊咧，因為其實年紀大啦，咁我哋嗰個視覺啊、聽覺啊、整體嘅協調啊，又或者平衡力咧，其實都會相對嚟講咧係慢慢去降低嘅呢啲能力。咁我哋就可以做翻一啲同平衡訓練翻平衡嘅一啲動作啦，去做翻呢啲咁嘅訓練咧，係降低翻個跌倒嘅風險。咁可能會係比較多係關於啲 core 一啲核心穩定嘅訓練啦。至於肥胖人士啦，咁我哋好多人都會話自己係肥㗎啦。咁所以咧，首先我哋要定義一下咧，咩係肥胖人士咧咁廣泛嘅定義嚟講咧，我哋就會話係有一個體重指數啦，一個 BMI 咧係高過25嘅話咧，我哋會定義為肥胖人士嘅。咁 BMI 點樣計咧？佢嘅 formula 咧就係講緊話你嘅體重啦 in kg 就除翻你嘅身高 in meter 嘅二次方。係啦，咁你就會發現咧呢個咁樣嘅 BMI 嘅數字啦，其實只不過係一個你嘅體重同埋你嘅身高嘅一個比例嚟嘅啫。咁而當中咧就係冇計到一啲嘅脂肪啦，或者係肌肉嘅一啲比例喺裏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一個係即係相當之肌肉多嘅一個可能健美運動員咁樣計啦，咁佢去計自己個 BMI 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其實佢係真係有機會超標嘅，即係可能真係會 over 25個。咁代唔代表佢係一個肥胖人士咧？咁當然就唔代表啦，因為我哋嘅肌肉咧係重過呢個脂肪係相當之多嘅。
又或者簡單嚟講啦，咁如果你唔係一個恆常有訓練嘅運動員啦，咁基本上咧，你如果係計出嚟你嘅 BMI 咧高過25的話咧，都好大機會咧，你係一個肥胖嘅人士㗎啦。至於肥胖人士喺做運動嘅時候咧，要注意嘅事項，我哋話大概咧係分咗3個重點嘅啫。咁第一個重點咧就係講緊話，如果你係即係一個肥胖人士啦，咁你有翻咁上下嘅體重嘅時候咧，個體重越重啦，其實係會增加翻我哋自己做任何嘢嘅時候嘅一啲關節嘅壓力嘅。咁所以我哋會建議咧係進行一啲比較低衝擊性嘅動作啦。咁就例如係一啲可能係游水啊，或者係快步行啊咁樣樣。咁就要避免翻一啲咧係高衝擊性嘅運動，係包括可能係跑步啦。一啲跳嘅動作啦，一啲 compact sport 打拳嗰啲咁樣，呢啲就可能要避免一下啦。至於第2點啊，就係肥胖人士嚟講咧，普遍咧個腹部嘅脂肪啦，可能係一啲皮下脂肪、一啲內臟脂肪咧，都會相對比較多一啲嘅。咁呢件事咧，亦都會係增加咗我哋後邊腰啦，或者可能話係下背痛嘅一個咁嘅風險喺度。咁要減低發生下背痛嘅機會咧，就需要進行一啲核心穩定嘅訓練啦，一啲 core muscles 嘅 training 啦。而第3點咧，就係話肥胖人士咧嘅一啲皮下脂肪啦，就比較多一啲嘅情況之下咧，做運動嘅時候咧，排汗量相對都會多一啲啊。咁要補充翻咧係適當嘅水分咧，你就要係喺運動嘅過程中啦，又或者運動之後咧係飲翻多啲水嘅。咁而第3類有特別需要嘅人士咧，就係孕婦啦。咁孕婦呢一類人士啊，真係比較特別少少喎，因為我哋都會聽過好多唔同嘅講法啦。就有啲人話啊，其實孕婦係唔可以做運動啦。咁亦都有啲人話啊，孕婦應該要做適量嘅運動喎。咁亦都有啲係話啊，唔同孕期又可能應該或者唔應該做運動。咁今日咧就等我哋破解一下呢啲咁樣嘅謎團啦。以一個健康嘅孕婦嚟講啦，咁喺第1妊娠期啦，即係第1至12週嘅期間啦，個胎咧會比較唔穩定㗎，咁所以呢段期間咧，我哋唔建議做運動嘅，咁應該比較着重休息為主。但係第2妊娠期咧，即係講緊係12週啦至到26週嘅期間咧，就可以做適量嘅運動喎。至於第3妊娠期咧，即係第26週起至到生為止啦。咁呢一段期間咧，就要視乎翻你喺第2妊娠期咧係有冇做運動啦，即係有冇一個恆常嘅運動習慣啦。如果你喺第2妊娠期嘅嗰段時間咧有做開運動嘅，你喺第3妊娠期咧就可以繼續 keep 住做運動啦。但係若果你喺第2妊娠期間咧係冇做運動嘅習慣咧，你就唔好喺第3妊娠期嘅期間先至開始做運動啦。至於運動種類方面啦，咁我哋會建議係進行翻啲比較低強度嘅運動啦，咁係避免翻個低血糖嘅情況啦。而且隨住你嘅週數越大啦，個肚都越大啦，咁所以咧係呢件事咧都會令到你嘅活動能力咧係隨之而慢慢下降啦，同埋你嘅心率啦都會上升嘅。咁所以咧就話我哋係中低強度嘅運動訓練咧會比較適合一啲孕婦去做嘅。咁有呢啲嘅例子就係包括游水啦，譬如係踩單車啦，或者係快步行啦，或者甚至乎係做一啲阻力訓練咧都可以嘅。咁你要留意翻去避免做一啲又係啦高衝擊性嘅運動啦，包括可能係跑步啦，即係喪跑嗰啲啦，又或者係跳躍嘅動作啦，compact sport 打拳啊、籃球呢啲咁樣嘅運動咧都要避免啦。咁另一個咧係孕婦要注意嘅運動事項啦，就係唔好過度去伸展你嘅肌肉啊，因為咧喺你嘅孕期間咧，你嘅身體咧會釋放一啲我哋話鬆弛嘅激素啦，咁係導致你嘅韌帶啦、肌肉啦都會放鬆㗎。咁喺呢段期間咧，你會覺得你嘅身體好似比之前咧更加柔軟喎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而再去做一啲過度嘅伸展動作咧，咁其實會增加咗咧你嘅韌帶啦，或者肌肉去拉傷嘅機會嘅，咁所以呢個要留意啦。咁不過咧，始終咧每一個人啦，或者係每一個孕婦啦嘅體質咧都唔一樣啊。咁所以如果你係唔肯定自己有啲咩係應該做，或者係你嘅情況可唔可以做邊啲運動咁樣咧，以防萬一你都係最好係問翻你嘅醫生，即係做任何嘅運動或者開始任何嘅訓練之前，都係問一問醫生先會比較好嘅。
好，咁綜合翻以上所講啦，無論你係邊一類型嘅人士都好啦，做運動都應該係循序漸進啊。咁如果你係冇一個做開運動嘅習慣呢，可能咧你就要從低強度嘅運動開始啦。而如果做運動嘅期間咧，你係覺得唔舒服啦，例如係即係覺得好暈啊，又或者係個心跳突然間好快啦，甚至乎係心口痛呢啲咁嘅情況咧，你一定要係即刻停咗你做緊嘅運動啦。咁而如果呢一個情況係 keep 住持續一路有嘅話咧，甚至乎係越嚟越嚴重嘅話咧，你就必須要去睇醫生啦。咁今日嘅內容咧亦都嚟到尾聲啦。咁有啲咩問題啦，或者有啲咩意見啦，都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知道嘅。而如果你係對體能訓練啦，又或者係伸展運動呢一啲咁樣嘅相關運動資訊咧有興趣嘅話咧，都歡迎你係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又或者係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嘅。咁有啲新片去 upload 上嚟嘅時候咧，我都會喺我嘅 IG 嗰度去公佈咯。咁今日呢條片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